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极其荒谬的现象？在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科技巨头们都在高喊2030年碳中和，为了全人类100%绿色算力等等。但在财报不起眼的角落里，他们正在疯狂地做一件完全相反，甚至有点肮脏的事儿。他们正在绕过美国的公共电网，直接把数据中心建在天然气管道的阀门上。为什么？因为活下去比环保更重要。当成千上万亿美元的资本支出已经投出，当无数张 H100 Blackwell 显卡集群已经陆续到货，而电网公司告诉你排队还要等5年的时候，摆在这些 CEO 们面前的选择只有一个：烧气。欢迎回到 Insight Frontier。今天这期视频我们不谈情怀，只谈利益，和你共同扒开 AI 产业链上目前最隐秘也是最暴力的一条暗线——离网发电。很多观众朋友在看完我前2期关于电网和能源的分析后，肯定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既然电网升级那么慢，核电又遥遥无期，那这1-2年里爆发式增长的 AI 算力靠什么跑？难道要断电吗？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这正是华尔街现在正在布局的另一个核心逻辑——过桥方案。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在 AI 这块投资最大的风险，往往不是资产不好，而是时间错配。我们再来回顾一组极其尴尬的时间差。现在的 AI 芯片下单到货只需要几个月，新建和扩建数据中心需要1年半到3年的时间，但是配套的高压输电网络扩容，因为审批和土地征用需要平均5到7年的时间，而大家都在吹捧的核电 SMR， 真正商业化落地起码要等到2030年以后。看懂这个时间差，你就看懂了现在的行情。这中间几年的空窗期，谁能填补？用风能不够稳定，用太阳能晚上没电，而且数据中心可不能停电，所以 pass。什么？你说用电池储能？你想想数据中心的耗电量是什么水平？这种级别的消耗，存3-4个小时还凑合，存10几个小时以上，那成本就是天价，根本用不起，所以 pass。排除一切不可能，剩下的哪怕再不合理，也是真相。所以答案只有一个：天然气。这时候又有聪明的观众朋友要问了，为什么一定要用气？为什么不是用油？我先说结论，绝对不行。因为美国天然气管网是毛细血管级的，它能直接通到很多工业园区甚至大型建筑的地下，只要阀门一开，燃料是连续不断的。而输油管道通常只通到炼油厂和大型油库。那又有人会说了，没有管道，那我拿油罐车运不就行了？如果一个100兆瓦的数据中心全负荷跑，烧柴油大约每小时需要消耗2至3万升油，这意味着每小时至少要来1辆重型油罐车给它加油，一天要来24辆。一旦遇到自然灾害、交通堵塞或者卡车司机罢工，数据中心就断电了。这对于要求99.999%在线率的 AI 来说，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物流风险。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环保审批的死穴。虽然二者都排放二氧化碳，但在环保局眼里，二氧化碳只是长远问题，而颗粒物 PM2.5 和氮氧化物是马上死人的问题。柴油燃烧会产生大量的黑烟和氮氧化物，不但有毒，而且会导致雾霾。所以环保局通常只发给数据中心紧急备用发电机的牌照，规定每年只能跑几十个小时，测试用。如果你敢24小时连轴转，不说环保局的罚单，周围居民的投诉就能告到你破产。所以天然气成为了唯一选，它密度高，管道现成，技术极其成熟。所以一个你在新闻里很少听到的趋势正在爆发，专业术语叫 BTM， 也就是表后发电。说白了就是我自己发电，不带电网玩了。一旦科技巨头们开始决定自己发电，第一类赚大钱的就是那些能把发电厂塞进集装箱的公司。这里我不推荐股，只讲商业模式，大家可以关注像 Bloom Energy 或者 GE Vernova 这类公司。为什么他们成了香饽饽？我们看一些真实的例子。早在2年半前的2023年，微软在都柏林的数据中心因为爱尔兰国家电网无法提供足够的电力，面临断电或者无法扩容的风险。于是微软被迫向政府申请，在数据中心旁边自建一个170兆瓦的燃气发电厂。这在当时还引起了巨大的环保争议，但最终为了保住算力，
政府还是批准了。那个时候大家还以为这只是个例。在2025年初，美国能源巨头雪佛龙宣布和 GE 合作，计划开发4吉瓦的燃气发电产能，专门卖给数据中心。这是一个能源巨头亲自下场，证明烧气发电已经产业化了。紧接着，在2月20日，我们上期视频提到的全球最大的数据中心 REITs 之一的 Equinix 宣布，它采购了 BE 的燃料电池，规模正式突破了100兆瓦。大家不要小看100兆瓦，这足够给一个中型城镇供电了。Equinix 直接把发电设备搬进自家院子，说明离网供电已经成为了行业标配。而全球最大的基础设施资产管理公司 Brookfield 就在2025年10月直接签了一个50亿美元的框架协议，要在全球部署 BE 的燃料电池。50亿美元可不是在试水投着玩。所以我们回到独立发电设备，这东西就是 AI 时代的柴油发电机，只不过它是烧气的，而且到货快，马上就能装好。对于现在的华尔街来说，这已经不再是一个传统的制造业故事，而是一个救命药的故事。只要 AI 还在扩张，只要算力需求还在猛增，只要电网还堵着，这种独立发电设备就是刚需中的刚需。不管你是支持环保还是反对环保，在算力霸权面前，所有人都得向供电效率低头。发电设备确实赚钱，但这毕竟只是卖印钞机的。而真正躺着赚钱的是那些控制印在钞票上有防伪功能的特殊墨水的人。毕竟这东西决定了你手里的是钞票还是废纸。这就引出了本期最核心也最容易被散户忽视的资产——中油管道。在美股市场，有一些公司大家可能觉得非常无聊，甚至都无人问津，比前2期视频提到的那些公用事业公司更无聊。他们几十年股价都不怎么动，比如说 Kinder Morgan、Energy Transfer、Williams， 他们做的事情就是修管道、运天然气、收过路费。但在 AI 时代，他们的逻辑彻底变了。请记住一个核心论断：在美国，新修一条天然气主干管道的难度不亚于登天，因为环保法规、土地私有制以及各种各样的诉讼，导致现在几乎不可能再批准新建大规模的跨州管道了。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现有的管道成了绝版的垄断资产。当亚马逊或者 Meta 想在弗吉尼亚、德州这些热点区域建数据中心，还要用天然气发电时，他们没得选，他们只能去求这些管道公司，能不能在您的管子上给我开个口子？这话听的是不是有点耳熟？没错，跟上一期视频逻辑非常相似。所以我们在 Kinder Morgan 最新的财报电话会议上听到，管理层明确表示，我们相信 AI 数据中心的需求将对本就巨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需求形成实质性的补充，而这2股力量叠加在一起，足以确保天然气在未来几十年里拥有一个庞大且持续爆发的增量市场。还有下面这一句，天然气需求的巨大增长推动了扩张的机会，我们董事会已经批准了超过90亿美元的项目，就是一个证明。这简直就是高速公路收费站的逻辑，路只有这一条，我不管你的 AI 大模型是法拉利还是兰博基尼，只要想过就得掏钱。而这类资产的魅力在于3点：第一，护城河极深且垄断，而且是物理层面上的垄断；第二，现金流极好，全是收租模式；第三，估值还不贵，相比那些上百倍市盈率的科技股，他们还在地板上。当然，聊到这里，我必须要把风险摆在桌面上，这不是一条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第一个风险是气价波动，虽然科技巨头们不差钱，但是如果天然气价格暴涨，运营成本会非常难看。第二个风险是环保舆论，烧气毕竟是有碳排放的，即使科技巨头们现在为了算力顾不上吃相，但未来环保政策的压力是这类资产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所以，如果你认可这套 AI 脱网加拥抱天然气的逻辑，在筛选标的时，请盯着这3个指标。第一，看位置，这家管道公司的网络是不是覆盖了数据中心最密集的区域，因为埋在荒漠里的管子可不值钱。第二，看客户，它是主要服务于那些可能会倒闭的当地小工厂，还是已经签下了科技巨头的长期合约。第三，看分红，管道类公司通常分红很高，
要看它的现金流是否健康，能不能持续给你发钱。这类逻辑实际上和上一期说的 NEE 很像。如果还没看过上期内容，且对这条逻辑有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参考上一期视频。很多人说 AI 是比特世界的革命，但研究的越深，我越发现 AI 的尽头其实是原子世界的博弈。现在的市场充斥着各种华丽的金融术语和做账技巧，但有一件事是做不了假的，那就是为了维持那几百万块 GPU 的运转，必须要没日没夜的烧气。与其在那些市盈率上百倍的科技股里提心吊胆，不如静下心来看看谁在给这头吞金兽喂食。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我致力于用最硬核的逻辑拆解最真实的商业世界。如果您喜欢这种不随大流、直击本质的硬核深度投研，请一定别忘了3连。您的支持是我对抗算法、坚持做深度内容的最大底气。这里是 Insight Frontier，我们下期见。